以色列的纳坦尼亚胡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骗着川普跟着他一起下去。那一旦下去以后呢，接下来的事情都好办了。所以你会讲到说，美军急着谈判。如果说美军放出来要谈判的消息，以色列没有动作，那就知道这个谈判是假的。如果说他们想要谈判是真的话呢，以色列就加大攻势，让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挽回。这几天的情况就看得非常清楚。现在美伊战争可以说是边打边谈了。那双方的领袖呢，都释出了很多的烟雾弹也好，转移焦点也好，声东击西也好，就是各种的尔虞我诈。因为兵不厌诈，这是战争哦。我们就要带你来看懂后面的真实脉络。好，美国总统川普他的最后一级行动很快就要到来了吗？因为现在传出美军拟定了4套方案，我们依序带大家来看。但这4套方案呢，都是要在关键的荷姆兹海峡附近来做出一些军事部署。首先，第一个，派兵攻下哈格岛。昨天我们也是大谈了这个各种哈格岛的可能性的，因为它是伊朗石油出口一个最重要的岛屿，可以说是掌握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命脉了。所以第一个是哈格岛。好，第二个呢，也是要打岛屿，但是不是哈格岛，而是这个上面有战略碉堡据点的拉拉克岛，在这个位置哦。第三个是要攻下阿布穆萨岛以及旁边的2个岛屿，就是这个大小通布跟阿布穆萨在这个位置，它同样也是在荷姆兹海峡一个经过的要道，所以你只要控制住这些岛呢，只要是船只在这边，你都可以做火力支援去控制它。然后以及第4个就是比较难度比较高了哈，就是荷姆兹海峡东侧拦截或者是扣押船运的这个运输，但是荷姆兹海峡东侧就是伊朗的土地嘛，那这些高山丛峻里面非常多。这个革命卫队都埋伏在这里面，真的是很难查。好，4套方案现在美军定调出来了，但是有没有发现都离不开一个夺岛的想法？究竟这个夺岛有多重要呢？它的可行性有多高？而且美军就算你拿得下，你守不守得住也是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要先请厉将军从军事角度帮观众朋友分析，为什么4套方案都跟岛有关？首先这个4大方案在我们军事上面叫做作战判断你要从各个行动方案里面找出最佳行动方案，这是一个思维逻辑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要思考的是你的任务，先要做任务分析那现在美军的任务是什么？我举3个任务，你认为是哪一种可能？第一个是歼灭伊朗的有生战力，第二个是让伊朗的油没有办法继续卖出去，第3个是开放荷姆兹海峡。那这3个任务里面，你认为如果说以美军现在它优先是哪一个任务？多重任务与多重目标之选择，你要先确定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很明显的主要任务是荷姆兹海峡要开放，所以基于这个任务来讲的话，我认为哈克岛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因为哈克岛主要是夺取伊朗的油源嘛。那第4个方案是这个扣押伊朗运输油，也是扣押伊朗运输油，你们并不是你主要开放所谓荷姆兹海峡。那你要开放荷姆兹海峡的话，我认为就必须要控制这个地方，也就是要用兵力夺取拉拉克岛跟这个阿布萨姆岛这2个岛。那接着下来，我们再研判第二个你要研判的是什么？你行动方案你要搞清楚敌人会采取什么行动，你不要光自己一股脑的光有自己的想法，你不去想敌人会干什么，那敌人会怎么样封锁？伊朗会用什么方式来封锁荷姆兹海峡？第一个，我认为它很明显的就是用布雷的方式。布雷。第二个来讲，它可能用的就是水面上的快艇来对你实施油轮实施攻击。第3个就是它的无人机的攻击。第4个是导弹。大概我认为，如果说它要封锁不外这几种手段，那如果说针对敌人可能采取的这种4种手段，我们来看看究竟是荷姆兹岛还是阿布萨尔岛可以有效的阻止这个伊朗的军队做这行动。我个人的分析是这个北边这个拉拉克岛主要是这个拉拉克岛。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岛是优先的？第一个就是它控领这个岛之后，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荷姆兹岛的话，它可以完全火力涵盖到荷姆兹岛，这是第一个。如果这边有基地，它在这个地方部署了阿帕奇直升机，在这个直升机来讲的话，可以对布雷的船只实施这个火力的攻击，也可以掩护它的扫雷艇来实施扫雷。那当然也可以阻止它的这个快艇对油轮实施攻击。当然最后来讲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部署了拦截的导弹，对，或者拦截的无人机，现在有一种无人机是可以拦截无人机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可以有效拦截这边起飞的无人机对游艇做攻击。当然你说
阿布萨姆岛也有可以，可是阿布萨姆岛距离这个海峡就比较远，它拦截效果当然就没有这么好。这是依据敌人可能行动，我选这个。当然就这个我们战力保存来讲的话，我觉得为什么要选这个岛呢？因为这个岛来讲，你看哦，跟这个阿联酋的这个尖角这个位置哦，可以互相是最近的，互相来讲可以相互支援，是它可以掩护到这个岛啊。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它。舰队啊，包括它的2栖攻击舰队，可以不用通过荷姆兹海峡，可以确保自己安全。所以，它如果说在这边，我们讲的迪利波利号或者是全知号，如果停留在这个地方，利用这个阿联酋突出来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基地，还有这个岛，这样形成一个三角互相依靠的态势，相互可以掩护，相互可以支援。就近可以打击到伊朗的战机哈，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按照这4个方案来讲的话，我认为要达成任务，就一定要控制这个地方，才可以有效的掩护油轮开放荷姆兹海峡。了解。那你当然夺取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科斯姆岛来讲的话哈，科斯姆岛不是夺取这个哈克岛哈，在这边。如果夺取哈克岛的话，距离太远了，480公里，而且昨天我们也分析过了嘛，在这个地方风险太大，主要是扣。但你把它油打掉，你达不到开放海峡，你要威胁它，用它来当做交易的筹码。如果伊朗不服你的话，你也达不了手。你封锁这边，对不对？如果伊朗说我油就不出去了，我也不运油出去，那你敢不敢去这个对其他国家可以？他让你通过了，包括中国的油轮啊，包括到你友邦的国家，你美国也不敢把它拦下来，就反而造成自己对于盟邦国家的不友善。所以我认为纯粹就军事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夺取的这个。拉拉克是可行性最高，而且是最容易达成任务的一个行动方案，所以我选择这个岛。了解，好，谢谢厉将军的分析。拉拉克岛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支点哦，来控制荷姆兹海峡。不过未来美军跟五角大厦那些高层怎么想，我们还有待静观其变。但是上述这些夺岛作战呢，都离不开人啊，人要去打仗，所以要庞大的地面部队。所以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经证实哦，美军当前他们在中东地区已经集结了5万人喽。陆海空的战力包括了林肯号的航母打击群、F-35、F-18、F-15各式的战机，还有正在抵达要会师的82空降师跟第31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哦。那伊朗，大家这阵子看它虽然都是用一些低成本，但是可以不断消耗你的武器来讲，但是可别忘了，伊朗的这个武力排行在全球啊，他们也有排名第16的总兵力。包括了正规的国防军，包括他们忠诚的革命卫队，还有这种飞弹、无人机各种来严阵以待。所以现在美伊双方都在凝结手上的筹码跟兵力筹码，就在等待一波 all in 的机会。如果真的发生了 all in 的机会，张教授，你觉得这个情势会怎么发展？我认为美国这个兵力规模还是不够，还不够，因为伊朗够大，你看伊朗164万多平方公里那么大。美国现在如果是刚才所说到的第31远征军，就是海军陆战队，也包括82空降师，够吗？你这样子，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你人就那么多，筹码就那么大，你就只能夺岛，或者想要控领荷姆兹海峡，我都认为有点吃力，有点吃力了。对你这个兵力规模，你要非常大的兵力规模，可能是5万、10万。我们不要讲到越战50万，对不对？越南才30万平方公里啊，这个是164万平方公里，你怎么让这个伊朗来屈服？兵力规模，我认为要地面战，你兵力规模不大，那你会不会容易？你要让敌人屈服，我认为没有办法。而且它规模大算，它还分散。你刚刚讲的这5万个，那它分散在各个地方啊，巴林、科威特、伊拉克也有，还有阿联酋，还有沙烏地阿拉伯，还有约旦。还有安曼也有啊，都整个是散开的分散，它没有形成集中。你地面要集中啊，不然你分散，你怎么样去投入？我认为兵力不足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我认为后勤规模，你后勤打后勤，你火力够不够？伊朗的他这种国防军革命卫队，它也是有战力的。伊朗虽然现在海优跟空优被美国摧毁了，但是地面战目前还算是完整。那你这个后勤不够。那你火力就不足，你火力不足，面对伊朗的国防军革命卫队，你能够达到多少的战略效果？我认为就是相当有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他的战略情报判断错误，打4天，你没想到打了4个礼拜。对，换句话说，这个战略情报的估算错误过于乐观，我认为是美军的致命伤。那第3个，我认为作战期程太长了。
当初没有一击奏效，一鼓作气嘛，再而衰啊。那你让伊朗有所警觉，地面部队有所调动，有所调整，要进入地下化。是你这样的话，伊朗的战损就会相对的减低，那它的战力保存就会慢慢逐步的落实。那美军还能够达到多少？所以我认为美军它的战略情报判断跟分析的这种过度乐观，我认为是它的致命伤，而没有一举奏效。我们现在整个看下来哈，美国现在是急着谈判，美国急着谈判，表示说美军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一点点招架不住。美军如果够顺风顺水来玩吧，我已经 all in， 大家来，那不怕了。他现在也感觉到有点结束，因为他面对两个大的压力。第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并没有授权美国出兵，没错，你压力大不大？这是你自己单独性、单方面做正规性。对，第二个，他并没有得过美国的参众两院的授权，说通过了可以用，没有他有时间压力，要在60天内结束用兵呢，不然你要参众两院会怎么来看？会对他做制约，对川普做约束，所以他时间压力会越来越急迫。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用兵不好，他有时间的压力，有兵力规模这一方面综合因素看起来的话，我认为他逐次投入不妙，总共加起来地面部队只有8000人，他面对的是伊朗大军，他只有8000人，他的以小博大，我认为他玩太大，风险太高，他夺小岛、夺岛屿都是易攻难守，你攻得下来没有问题啊。我认为美国摧枯拉朽，轻而易举就把这几个小岛拿下来了。对，你要不守？现在伊朗天天拿无人机跟你攻击，自杀无人机就跟你上去，你怎么办？你掩体够不够？你是不是要进入这样子就变成了容易由消耗战进入焦灼战？你进入焦灼，对美国那就要时间延宕哦，时间延宕对美国来讲是不利的哦。所以我认为他去夺岛，你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达到真正的战略的价值跟效果？我认为都存疑耶。他有没有做个妥善的评估？我认为他目前没有啊，就感觉到故弄玄虚、故弄绅士。我认为那你就是几个岛，还有荷姆斯海峡，但是问题是，你把这个岛夺下来，荷姆斯海峡并没有办法开通。我拿无人机出来，对海峡上的目标做，尤其是游轮任何全世界所有游轮并没有做进步防御系统，我对它做攻击，然后只要是不跟美国不跟以色列站队的都可以通过，只要美国以色列的就不行，我就无人机就过来，那你要怎么办？所以美国到现在为止还不敢派军舰护航，没错，因为风险太大。为什么？因为伊朗到现在为止还有地对舰的反舰巡弋飞弹，它还没有用呢。这个不用装载，它现在已经没有存在舰队，但是它有以陆制海的反舰飞弹还在啊，所以美国不敢派军舰护航，风险太高。那还有水雷还没有使用呢，所以等等来看的话，还包括水下无人机了。还有很多牌了，对，伊朗还有牌可以用，所以我认为美国逐次投入并没有达成战略效果，是他目前陷入焦灼战的关键因素。是，好，就像我们张教授讲的，确实美军一开始的战略设的有一点太乐观了，认为拔掉这个前最高领袖哈米尼之后，或许神权政府就会垮台，结果没想到引来的是更多进入到消耗战的一个模式。我们开场就有提到兵不厌诈，这是战争非常知名的电影《投名状》里面的一句名台词。这些大人物，你不要看他在说什么，你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尤其呢，这个一天之内想法就可以变卦好几次的美国总统川普，他现在说什么话，大家都要打折扣，因为已经是一个放羊的总统了。好，他一方面说要在谈判桌上来终结战争，一方面我们看到兵力又持续在加派、在部署、在磨刀霍霍。袁老师，你很懂川普的心思，你认为他现在心中在想什么？我跟你讲啊，这个刚刚你讲到这种矛盾啊，刚好是川普心中的矛盾的感觉啊。他确实是这个人啊，又笨又坏啊。他的很坏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跟着。其实刚刚两位将军所谈的事情，都是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都忽略掉重要的因素是以色列啊。人家以色列是脑袋非常清楚的，以色列的纳坦尼亚胡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骗着川普跟着他一起下去。那一旦下去以后呢，接下来的事情都好办了。所以你会讲到说，美军急着谈判，又另外加属的部队的话呢，确实是，如果说美军放出来要谈判的消息，以色列没有动作，那就知道这个谈判是假的。如果说美军的话呢，这个弄了部队的话呢，如果说他们想要谈判是真的话呢，以色列就加大攻势，让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挽回。这几天的情况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必须强调，
川普胡里八嘟的，就是听到以色列跟他那个忽悠以后，说哎把那个哈梅尼耶干掉以后，你说不定可以拥有伊朗的石油，他一高兴就跟着干下去了。结果以色列是把哈梅尼耶干掉，那个美国一下子把人家一个小学干掉170个小女孩，怎么赔？170条小女孩的命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话呢，美国派了大军，美国不但派大军嘛，美国透过他的战争部部长跟美国的国会要2000亿美金，你算一下，2000亿美金准备打2年了，知道吗？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现在所面对的困扰的的确确就是说，美国有3方面的大困扰，一个就是它的国内的困扰啊，大家都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都反战了，开玩笑，你这个战争你要讲士气，也要有正义的，还要有低成本，他们都没有。然后另外的话呢，在整个国际上，所有的盟邦都不支持，啊，原来国内。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以色列刚好跟他已经把他拉进来以后，以色列的做法，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个数字啊。现在伊朗内部的士气很高，以色列内部也有80%的人士气很高啊。大以色列要实现了，把美国拉下来。以色列立国从1948年到今天，就在等今天。所以说，美国现在搞的情况下就非常困难。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必须要讲一件事情。目前的话，那个川普啊，他是结束不了，但是呢，一结束又失面子。那伊朗提出来条件只有第3点，你给我赔偿，我们就知道，你只要认输你就赔偿。川普怎么可能认输？所以美国现在拖下来，我记得这个美国会进入一个新的越战期间，我都不排除它会逐步的扩大。是川普在今天上演的这一场脱口秀，原因是什么呢？嘴巴喊说要暂缓打伊朗达到5天，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要来救经济，包括了股市跟油价。民调吗？还是他另有打算？川普现在正在等的是他的2栖舰，还有5000名的陆战队，准备对伊朗发动下一波总攻击，更大的攻击，可能是哪一个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先来看到最新，川普23日在他的社群上面再放话了。他说，过去2天呢，美国跟伊朗之间进行了一个非常良好、富有成效的对话。本周呢，我们会继续的讨论。并且他说了，接下来会暂缓对伊朗的发电厂跟它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都会停止，达到5天的时间。但是他最后再补了一句说，这个还是最后得取决于整场的会议跟讨论是否达到成功。这个消息一出，看起来是不是美国就不打伊朗了呢？激励了包括我们来看到油价跟这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油价是立刻暴跌，幅度超过了13%，油价每桶正式跌回了$100以下。来看到股市的部分，道琼指数狂飙了631点，纳指同样是狂飙了299点。在这些金融市场反应完，还有川普的话说完之后，伊朗是立刻打脸了川普。看到伊朗怎么说？他说完全没有跟美方进行任何的沟通，也没有透过任何的中间人来做协商。伊朗说完之后，川普又在接话了。川普说呢，我不清楚伊朗在说什么。美伊，我们明明就是在昨天晚上有确切的进行会谈啊，这次将会达成协议。川普也说了，当时去跟伊朗交涉的人是美国的特使魏科夫跟他的女婿库许纳。那么我们也特别来看到专家分析了，为什么川普会频频的在这个此刻放出各种的好消息，其实有3个原因。先来看到第一个，就是要救股市。确实刚刚看到了股市，美国股市的部分是已经有所反应了。那么还有就是要压低油价，确实这个油价有一度是压低，但是在伊朗否认了有跟川普通话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又再度的回涨哦。再来看到的是第2件事情，他们说川普啊，现在其实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等待的就是从亚洲这边过去的2栖攻击舰，还有5000名的陆战队，等着他们登陆到中东的时候，才会来做2栖登陆跟远程打击，来攻击伊朗。这个是后面川普等到这些武器到了之后才会做的事。另外，来自于最新的媒体报道消息，美国现在正在加速的增兵中东，尤其现在正在研拟的是登陆夺下伊朗的石油命脉。我们讨论非常多的哈克岛。第3件事情，现在川普还暗中扶植伊朗的议长，希望透过议长让他上位，有美国的这个影子在这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来特别关心，其实呢，我们也提到
了川普多次的他口嘛，过去也有非常多次的经验。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他多次的警告伊朗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最后就是空袭一下，还有有限的反击而已，被人家笑说你是在他口吧。第二件事情，他也曾经对伊朗画了很多红线啊，声称说你如果触碰到底线，我会报复。结果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升级行动。那么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我们就来假设说，这一次以军事来说，川普是为了在预做准备，等2栖攻击舰跟这个陆战队到了要做攻击的话，那他的战术会是什么？他又会如何做反击？我们看到川普他讲话我跟你讲，从来不必打草稿，你知道吗？我们跟伊朗有非常重大的进展，你知道吗？非常有利的谈判，利器的利，代表什么？代表说真的跟伊朗这几天来有重大共识，所以我延缓5天，延缓5天干什么？对哈格尔岛有这个重大的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准军事攻击。哇，那这个新闻一出来，就代表什么？代表利多嘛，一利多，那开始油价洗三温暖，股市也跟着洗三温暖。油价你知道，北海布伦特原油本来是100块，对不对？一桶，结果一听消息大好，油价跌了13%，变成87块美元一桶啊。结果有一个人跑出来，叫做卡利巴夫。卡利巴夫是谁？伊朗国会议长，也就是川普口中现在最有可能会取代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哈米尼或哈米尼的儿子不能够真的亲自主持的话，可能是卡利巴夫会出来，他就一头雾水，跟半岛电视台记者说：“你在说什么？我们哪里有跟川普有任何谈判，对不对？他是自己在编故事吗？对不对？”他说：“绝对不可能的，伊朗还是要进行这个伟大的报复。”他一讲，油价又回去了，你知道，又跑回100块美元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你会觉得说，这个是真正的民生经济，在川普的嘴巴里面变成一场儿戏，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讲话完全没有信用。但是我们也快要反过来看，因为我们特别注意你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在做的，但这方面是属于比较认真的东西。那2艘就是2栖突击舰已经到了红海，也就是阿拉伯海那边的外海，准备要进入荷姆兹海峡。这2艘船要特别介绍一下，他们就是闪电航母。什么叫闪电航母呢？闪电航母就不是真正的航母，它只是搭载着闪电战斗机的航母，也就是 F-35。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因应他们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可能不如在冷战时期还有那么多组的情况之下，美国国会、美国宪法规定你一定要有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可是现在还没有了，它只剩下10个，因为尼米兹号要退役，福特号还上不来，所以说他们就把规模以及排水量比较小的闪电航母，它搭载了 F-35战斗机之后，它不但可以自卫，它还能够攻击。本来2栖攻击舰的作用不是这个，他们是负责搭载陆战队的，每一艘都可以搭载2500名陆战队。我现在讲2500人，你会觉得说，对啊，我们坐邮轮也是2500人啊。对不起，它上面还要载很多重武器跟重装备，因此4万吨的2栖突击舰，它就必须要带上2500名陆战队员，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紧致的设计，它还要载战斗机，它还要载油料，它还要载飞弹，所以说这2艘分别是黄蜂级的全狮号以及那个美利坚级的迪利波里号，这2艘最新的闪电航母已经到达那个，就是说它的前进部署的预置点的话，就是如果今天赫克塞斯在收到川普的一声令下说谈判失败，打你就要往前了。往前的话，你最终的目标就是哈克尔岛，就是哈克尔岛。对，那这个岛打下来之后，可能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为什么？你打下来之后，你就在伊朗飞弹的范围射程之内了，他就可以直接对付你。为什么？因为哈克尔岛距离伊朗才30多公里而已，很近。如果他今天前线部署的话，你就必须要先用闪电航母上面的战斗机去把沿岸可能威胁你的这些飞弹设施先给摧毁，所以到时候他的战争就会变成说，你就真的进入了伊朗本土的战争了。那这些
陆战队他登上了哈克尔岛之后，就等于宣示美国力量进入这边。那你真的有地面部队上去就代表你可能要再上去，伊朗本土你是不是要去攻？那对不起，你现在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是不能够支应的，你要有更大的后勤能量。那现在盟邦都不愿意帮忙的情况之下，川普要从本土再调船团去支援，所以川普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说，那个就是进占本土的准备。你有这种后勤支援吗？现在看完全没有，你没有滚装货轮，你没有大型油轮，你没有舰队快速补给舰，没有跟着一起走的话，那这个战争行动会拖得很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洗三温暖的原因。对，好，所以我们就要看下去，接下来这个5天之后，川普是不是真的会攻进去？那如果攻进去，就是哈克岛，等于也进入到伊朗的本土，这是付出的代价是会非常大的。那同样的问题，请教大使又怎么看？为什么川普说快达成协议，结果伊朗又打脸？他是为了就是救经济，所谓的包括股市啊跟油价，他希望压低，还是他真的在准备接下来要来进行更猛烈的攻击？川普通常都是要价很高，哎，他那个话讲的都很狠，就因为讲的太狠，就无法实现，到最后他自己要找一个时间下台，而且他喜欢用这种时间压力，只有2天，对，可是他玩得很纯熟，他谈判技巧真的很纯熟，时候到底说，我再延5天，5天以后呢，他说再延2天，所以川普他口是有名的。那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从谈判的角度来看，他从谈判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自己很聪明。对，我这个唬你一下，搞不好我就达到目的了，你搞不好就屈服了。我最后这个艾迪美敦输下来，你就对方想一想说，啊算了，我就让步了，搞不好就赌赢呢。那没有赌赢，他看也不行的话，油价又上来的话，他这一招是蛮高的，再延5天，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人家叫什么？这个有的是叫什么脑啊？他这个脑，他叫谈判脑。谈判脑，事实上的话，用一个最高统帅一直用谈判方式来处理问题的话，太片面了，就会变成大家都感觉到你讲话没信用。谈判基本上就是诡计百出，也不讲实话，哎，那都全讲策略。可是你做一个美国总统的话，你如果老是做这种决定的话，你就威信尽失，威信尽失。那现在他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定是取乎上得乎中，最后呢拿不到的话也就算了。对，比如说遇到强的，最重要的就是跟中国大陆的贸易谈判嘛，对。他给你停战1年，最后说还要再停战1年。对。然后呢，你降，我们大家都降税，本来120%，给你降到现在50几%，他可以退的。川普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谈判脑的美国总统，他是有很多退的这个空间的。所以你会发觉大家都很紧张，只有他老兄一个人老神在在，因为现在刀抵着你，对不对？我也可以现在搞的事情闹大，对不对？我的刀收起来不抵了嘛。对，我打你，我最后我也可以不打。对他，我想他的智商应该在莫迪之上。莫迪先生打败仗还可以说全国放假10天庆祝胜利，那川普智商觉得比较高所以川普有收的空间，他也有收的把握。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应该是一种怎么讲呢？最后通牒，然后呢展开谈判。那伊朗是被耍了，伊朗说你根本还没有开始跟我谈，你就说已经谈了。那川普讲说打仗谁说要跟你讲实话的？对，欺骗你，我为了国家利益欺骗你，为了打仗欺骗你，天经地义。哎，这个是他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伊朗也会谈，也会谈。那谈打谈，边谈边打，那是常态。可是我觉得就变成现在双方都觉得有机会谈的话，搞不好5天以后真的川普就说宣布胜利以后然后呢收兵。是。好，那现在的关键就是说，那川普下了最后的通牒，但是美伊提出来的各种条件，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吗？因为看起来里面是有一些项目，双方是很难达成共识的。其中我们来看到几个，先看伊朗他提出的要求，必须彻底的结束战争，那美国撤军，并且关闭中东所有的美军基地，还有赔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这是来自于伊朗。那我们来看到美国说，伊朗必须停止核计划，拆除浓缩铀的
核设施，还有撤销限制弹道飞弹的计划，停止支援代理人战争。现在看起来的停战条件有可能吗？另外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川普现在是否要扶植这位伊朗的议长上位，来介入在伊朗的政权当中？上次哥怎么看？首先我们看这个整理出的伊朗提出的条件跟美国提出的条件，大家不要误会了，我觉得好像大家真的已经提出条件在谈，没有的。伊朗每一天其实都有记者会，这都是过去历来，因为每一天都有记者在问伊朗现在的这个外长，还有包括开记者会当中负责的那个领导人，问他们说，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停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件，不是他们现在跟美国谈这个条件哦，是历来在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前3项。这是更早之前，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的，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这只是说过去记者在问的里头。因为记者有个最新消息是什么？英国《泰晤士报》在我们录影前的1个小时才刚刚才讲说，川普真的是已经有在谈吗？伊朗在谈吗？《泰晤士报》说没有的，说现在能够代表川普去谈的就只有一个人，就是魏克夫。那么魏克夫他说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管道能够伊朗谈，而他正在寻求透过巴基斯坦。而且没一撇，巴基斯坦也没答应，伊朗也没有答应哈，所以真正我们要看的部分，谁能够代表川普去谈，其实也没有太多。我们这个电视墙当中讲说库许纳更不可能，因为库许纳已经被公认知道，他就是影响川普在当时决定开战的那个人，而且就是斩首行动当中推动的那个人。我觉得库许纳如果没有被伊朗视为非要把他杀掉不可，都不可能了。而且我觉得必须要来看，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性很低，尤其在伊朗。首先，我们现在在台湾感受到的，或者在亚洲感受到的，主要都是欧美。台湾自己没有派记者这次去中东采访，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都在欧美媒体都觉得是川普的这个节奏，川普的起伏，我们跟着他起跳。可是你真正来盘点，理性来盘点，到这一次来看，伊朗是什么？伊朗是人家的哈梅尼，是他的政教领袖，他们的神他们的神被杀了，被斩首，整个伊朗被斩首了50几个以上的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先前最新的拉里贾尼，而且最近其实国外媒体都说，拉里如果真的要跟伊朗谈，其实拉里贾尼有可能，因为他跟美国打交道已经几十年了，他在这个外交各方面来讲，而且他在整个伊朗当中算是比较改革派的，结果你把拉里贾尼也把人家斩首了，对，所以首先第一个斩首行动不是我们在想到死了就算了，人家那个是深仇大恨。我看现在包括半岛电视台里头，现在每隔几天、每隔40天就在为他们纪念的这个仪式，是几万人在德黑兰的街头在为他们悼念，这个都没有停的。所以第二个部分我讲说，现任的领导当中怎么会轮到这个议长呢？而且不是暗中吗？暗中为什么媒体都报道出来？所以人家当事者都说没有，就没有我啊！而且都现在讲说都知道怎么样也要目击塔巴吧，人家是现在新任的神新任的政教领袖，而且拉里贾尼结束之后，谁是真正的能够取代的，还要看穆吉塔巴指定谁。如果没有出来之前不知道的，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现在不是川普要不要停？伊朗现在跟以色列之间，他们的这场战争是几十年、上百年，有延续的一点宗教战争。最近在国际舆论当中，学者在分析，这里头包含他们自己本身所谓的末日，也就是说大家互相要把对方置对方于死地，对以色列于死地，以色列要伊朗于死地。这个不是现在这种我们看到国际政治、财经的这样子的元素而已，它深层的这种宗教仇恨，末日要达到末日的这个宗教的目的，可能是在有更深层。这些加起来，你觉得可能会轻易就谈，很可能轻易就5天之内就可以谈完吗？全球的重点持续放在了中东现在的情势。美国总统川普呢，他现在是释出了更多的和谈资讯，然而现在有一个地方的情势反而是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呢这一座小岛之后的态势可能要全面升级。它是哪个岛？我们马上来告诉你，它就是伊朗的能源命脉哈格岛。现在美军在做什么事情呢？开始往中东集结更多的兵力，就是可能要对哈格岛下手了。我们来看看媒体《金融时报》给出的一些想法。他们认为美军的作战构想呢，就是用一些低空突袭并且快速占领的方式呢，搭载像是直升机啦、旋翼机啦这些可以低空渗透的，然后马上让这些特种部队呢空降下来，来开始展开它的夺岛作战。那这个岛为什么要去夺它？它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可是重要了。伊朗有90%的原油出口呢，都是来自于这座岛，可以说是美军对它下手，就是直接掐住了伊朗的整个经济命脉，那迫使伊朗要
这个只能认输。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大的场面，有没有点像我们打这个电子游戏哦，什么 Call of Duty 这样，这个拿着步枪要突袭一个岛的感觉？但是呢，打游戏很简单啊，失败可以重来，但是真枪实弹这样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失败的空间的，大家都是孤注一掷来执行这个任务。好，我们就要先请厉将军来帮我们从这个军事的面向来彻底的分析。帮大家兵推哦，这个哈格岛现在攻方的美国还有守方的伊朗，他们各具占有的优劣是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格岛的地形，跟各位观众做个介绍。这首先我们看一下哈格岛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小小一个岛大概只有20平方公里这个的一个小岛。但是如果说你要通过哈格岛，很明显的2栖舰队势必要通过荷姆兹海峡。那我们看一下地形，荷姆兹海峡大概这边就伊朗来讲的话，几乎都是海拔到1到3000公尺的高山。那这种地形很适合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在这边做伏击阵地他在这边如果说是部署了对舰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可以对美军来讲包括现在可能全斯号或者是迪利波里号的2栖船团来实施攻击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美军还有2个基地在这附近，一个是这个位于卡达的乌代尔空军基地，是在中东最大基地，还有一个是巴林是什么？是美军这个第五舰队指挥部的位置。另外来讲的话，这科威特这北边这边伊拉克也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在这边。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美军我认为他的空降部队会从北边这边直接82空降师会从这边进来夺取哈格岛，在那边实施空降作战。然后地面部队来讲的话，从巴林的舰队还有乌代尔空军基地可以在它遂行空降或者登陆的时候，从巴林还有这个卡达空军基地可以来实施这个空中的支援包括到密接支援或者是主角作战或者是制海作战可以从这边出发，避免可以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可是有一点一定美军非要做的，就是他的2栖舰队一定要从这边通过。他2栖舰队说这边我们看到整个波斯湾周边都是陆地嘛，那你这个2栖舰队势必要从这边通过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周边地形介绍。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哈格岛本身的地形。那如果说是美军在这边实施2栖登陆或者是空降作战，我们看哈格岛这边很明显的冲撞图我们都看出来，这个是这个油库的位置，这个油桶的位置，它势必要在这边这个避开这个地方，不管是美伊双方炮火避免误击这个地方，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然后在哈格岛的这种西边这边有一个机场，那这个美军一定要先夺取机场，有夺取机场以后，才可以有利他82空降师这个用 C-17运输机或者是空降这个低空的跳伞方式，在这边夺取机场，还有它后续的物资的运补，可以用飞机很快速的可以运补下来。另外还有一个美军势必要夺取的就是这个港口。大家注意到这个码头，因为你重装备包括你坦克车、战车甚至于大型的火炮，你用运输机来讲，运量还是有限，势必要用船来运输。所以第一个，它一定要夺取这个港口。大家看到这个港口很远，这是它装油的这个码头。这个装油码头，因为它要装的是30万吨级以上油轮，所以说它特别向外面突出去，吃水才够深。那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军可以利用这个港口，它大型的船舰就可以在这边登陆以后，然后可以这边利用这条道路来对这已经登陆的部队做后续的持续运补。当然，它周边还有一些小码头这个小港口、小码头。那我认为说是作战的重点一定是在这个地块，还是在北边啦。一定在这个，他一定要夺取机场，或先夺取这个小码头，才有利于他后续的运补。他这个小码头夺取以后，从巴林的这个运输就可以利用这2个码头来实施运输，也可以确保这一线的建立，利用这一线建立他所谓的滩头阵地线那整个作战的程序，我们先讲美军的作战程序美军作战程序，第一个一定是对这个岛上面的所有军事设施来一次用火力洗地。我们讲说的叫做密接支援，那登陆的时候做密接支援。那美军可以用什么样的武器先行做这个工作？它可以有现在所谓的 A10这个雷霆式攻击机，那戏称叫做油猪式了。油猪。它这个除了说是它可以带各型的对地攻击的导弹做精准的打击之外，它另外机头这个地方有一挺30机炮，这机炮每分钟可以打到3000发，是非常强而有力的。那
最大的特色，你看它2个发动机是装在后面上面。它这个底部来讲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对地攻击机，它就有预防到，等于说一辆会飞的坦克，所以底下那个厚的钢板，你用一般的机枪是打不穿它的，所以它的防护力是很强的。我认为它一定会用游珠式这个战斗机，从我刚刚讲的卡达尔空军基地起飞哈，这个来这个地方做这个掩护、密接支援，还有先期的火力攻击。那第2款它可以用的是阿帕奇直升机哈，阿帕奇直升机也是一样。这个它底面的钢板也是很厚的，可以防止轻兵器对它的射击。那飞行员是在上面，它这上面有一挺机炮。那这个机炮的强在什么地方？这个射手他眼睛看到哪里，那机炮就瞄到哪里，是非常的精准。那在第1次波湾战争的时候，他带着导弹对战车的攻击，战力比是1:16，不0:16，他一架直升机就可以打掉16架的这种坦克车哈，因为它有可以携带16枚的地狱火导弹。除了这个以外，它还可以带火箭炮，所以火力是非常猛的。这是美军制空作战。紧接着我们看如果登陆初期的时候，它海军陆战队可以用 AAV7这2栖登陆车，从这个迪里波迪号或者是全斯号这2栖攻击舰上面带着陆战队官兵直接抢滩登陆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迪里波迪号上面还有的语音式的直升机。所以它不见得是要用跳伞它用语音式直升机就可以将人员来讲，这一架直升机大概就可以带70-80名的这种陆战队的官兵，直接用机降作战，很精准的着陆到他所望的地区来实施精准作战。那我们看一下伊朗有什么反击力量？伊朗当然它的地面力道是比较强的，它第一个它的优势，这个哈格岛距离伊朗的本土大概只有25公里，也就是它的无人机是100%可以攻击到这个地方第2个来讲的话，我今天特别去找了一张照片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伊朗的监测型武器叫做沙哈克 H3型的监测，它类似刺针飞弹，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很小一根，它不大。所以它的杀伤效果不大。那你如果说对 A10攻击机的话，其实我觉得效果不大，可是可以将它击伤这个应该是击伤没问题。可是你要将它击落，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今天有一则最新的新闻，就是美军有一架 F-18战机说是就是被这种刺针飞弹打到的到底有没有击落？美军现在是说否认了，但是我认为说是可能没有击落，但是有击伤。因为 F-18它本来舰载型直升机。它的这种防护力、安全防护也是很好，设计很好。而且第2个，再加上你看这么小一个的刺针飞弹，它的弹头杀伤效果有限。你看弹头就这么大一颗弹头这么大一颗，大概爆炸威力大概我想了不起一颗迫击炮那种爆炸威力，对战机来讲可能不构成这个击落，可是造成损伤是会的听说就是这款飞机来作战。所以我认为说是，如果说是双方这场战斗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伊朗会不会采取的，可能我认为是类似关门打狗的战术我让你的这个迪里波利号进来之后，我封锁这个港口，我之后在这个港口封锁掉这个用鱼雷或干嘛，这是第一步。他可以做的甚至于他就可以在这边先行布的，根本不让你进来。如果你要进来之后，他封锁住之后，你可能更不容易出去。这是第1个。第2个来讲的话，它可以在先期这个，我想说哈克岛这个小岛上面，它已经先期战场经营了很久。那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因为双方来讲都不能打中这些油桶，这些储油槽如果说一旦被命中的话，对全世界能源是一大的危机。那我想美国也可能不愿意造成这种伤害，以免整个这个通货膨胀这是伊朗的优势在这边。当然，它第2个优势是沿岸这个地方它可以借着沿岸这个地形部署它的对舰攻击、对舰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当你登陆上去之后，它会打什么地方？它不见得会在岛上跟你决战的，它打你后续的船团。你从这边出发，从巴林出发的船团，或从这边出发的船团，它从这边对你攻击。你要知道，登陆作战一旦后续的船团没办法持续做后勤补给支援，那你可能在那边
战的时间就不久，就像越战的时候，德浪谷之役，美军的空降部队下去以后，机降部队下去之后，一个营下去，但是被北越的军队包围，它后续来讲没有办法持续的运补，因为每天消耗的弹药量或者伤患的厚重是很重的，在这种状况下，那时候美军就这个后续来讲，他必须这个认为失败，就主动撤出了。那我认为这个浴血这个哈格岛哈，后续来讲，不要认为说美军没有胜出来，美军有他的计划，然后伊朗也有他的这种战法，所以后续如果美军真要在这个登陆，我认为会是一场的血战。是，好，谢谢李将军这么详细的分析哦。哈格岛刚才我们从武器还有可能的战术哦，确实现在码头跟机场还是最关键的2点。好，美军还没有展开这个夺岛的第一步，但是我们先帮他想到，如果真的攻了，并且打下来了，第2步关键的就是能不能守得住。现在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情报主任吉布森他就强调，一旦登岛成功的话呢，美军的立场就是转攻为守了嘛。那所有的火力啊，在集结在中东的这5万美军，就是来优先保护这个驻岛的部队。那军事专家分析呢，一旦美军真的拿下了哈格岛，那伊朗也可能要跟你玉石俱焚了，祭出这个焦土政策，就是宁可炸毁所有的油气设施呢，也不要让你美国人拿下岛上剩余的这些好处，这块肥肉。好，如果这个剧本真的走向现在这个极端的发展，哈格岛争夺战，美军想把油气设施当作来抗衡伊朗的一个筹码。但是否想得太简单直白了，也低估了伊朗可能不惜鱼死网破的他们的一个决心。那玉石俱焚，如果真的弄下来，自家的高达90%的原油出口依赖的地方也给你炸毁，伊朗真的可以狠下心做这件事情吗？赖老师，你的分析？您不觉得这一个整个逻辑都不通吗？就是说目前所放出来的讯息逻辑是相互矛盾的。先看一下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他所制定出来的新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伊朗可以卖油，伊朗可以卖油，30天豁免。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何国家组织都可以向伊朗买油，而且是按照国际油价买，而且不会受制裁。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平抑油价嘛。对，因为国际的油价涨那么高，所以你向伊朗买油，向俄罗斯买油，然后这样的话把油价往下压一点，对不对？好，那既然是如此，30天，那他如果占领了这个伊朗的油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油岛，好了，你占领这个油岛，你要把它运出去，那你如果运不出去呢？那伊朗的油就出不去了嘛。那伊朗的油如果出不去，那你豁免的那30天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伊朗的一滴油都运不出去的话，油价又往上高了，油价又往上高，那俄罗斯又不卖给欧洲了，那这样的情形下，欧洲的一片悲惨，那国际的原油价又往上飙，那意义在哪里呢？好，这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说你要占领这个油，你要油岛，那你拿的目的是你要拿到海外去卖，那你的赫尔木兹海峡能不能打通？你目前是打不通嘛？所以沙特也好，阿联酋、巴林、卡达等，他们的油气就出不去嘛，油气出不去，所以油价才会高。那你不觉得那赫尔木兹海峡要不要占领啊？如果不占领，那你占领这个油岛意义在哪里？即使我们就讲伊朗没有把你油岛的油设施摧毁，那你占领了油岛，你要把油采了，你还是要卖出去。你卖不出去的话，伊朗的油又没有卖出去，国际原油价飙涨的不得了，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所以我个人你把它拼凑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怪的不得了啊！难道就是这个岛吗？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占领了这个岛，不代表你能拿到伊朗的油因为并不是从这个岛底下去产油这个岛只是一个初加工。也就是说，伊朗在它的本土内把油采出来了以后，把那油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以后进行加工以后，然后就上船，从这个地方运出去的，所以它是一个加工的设施。那也就是说，你夺了这个岛，不代表你就拿了伊朗的油，伊朗可以把油管关掉，关掉以后，它从另外一个管线，因为伊朗已经早就在预备另外一个管线了。所以从另外一个管线把油装进去以后送出去，然后把你困在这个地方。那请问一下，我把这个设施不要了，我专门来打你，那我设施我也不需要，以后反正你到时候赔偿的时候，我再把油恢复过来。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扯了半天，我都觉得这个难道不是美国故布疑阵吗？也就是说，
美国，你的2栖攻击舰又穿越不了赫尔墨兹海峡，除非你把赫尔墨兹海峡的用火力压制。你要压制以后，你才有可能2栖登陆作战。你不然的话，你只能够采用这种空降伞兵82空降旅的一个作战。那你在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显得很脆弱了。所以你如果一定要2栖，也就是31旅跟82旅的搭配，空海的搭配作战的话，你就一定要用火力压制赫尔墨兹海峡。所以很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火力的攻击战反而是非常猛烈，不然的话你怎么掩护你的这2栖攻击舰穿越这个海峡呢？好，刚刚赖老师帮我们提出现在美军一直在不管是透过这个军方的说法，还是透过媒体的说法，都让大家把聚光灯放到这个哈格岛争夺战上面，但其实赫尔墨兹海峡还是能否通畅才是一个关键，因为现在呢，如果持续封锁下去，大家势必要找替代方案啊，没有办法等待这个油出不来那么久。替代方案在哪里？红海路线呢，当然是一个选择。不过伊朗放话了，如果美军胆敢对哈格岛有任何的动作，他们也会将这个开辟红海战线要给老美一个惊喜。好，红海是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道，之前我们的这个长荣海运在那边有这个出过一些事故，可是把全球的物流塞出了一个乱子，大家都还记得吧？那现在如果万一红海也变成了风险路线，然后全球2大的这个运量的动脉都同时受阻的话，全球的经济跟物流会有多悲观？这个油价会不会喷到天上去啊？杨老师，红海的重要性就是它在连接欧洲跟亚洲之间的航运。那如果走非洲的好望角的航线的话，至少要多10天到15天的时间。那时间就是金钱了。那所有的保险费、航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时间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它这个冲击其实是难以估计的哈。那伊朗有2种方式去影响红海的，就是它的这个海运。第一个就是帮助在这边也门的青年运动啊，或者是我们叫胡塞组织。那目前胡塞组织在这几天也都不断的在喊，不过他动作还没有出来，所以可能是当做一个伏兵。那伊朗也可以直接怎么样？也可以直接就是飞弹就打过去啊，因为距离红海大概比距离特拉维夫在就是从伊朗的角度的话，可能也最多是多100公里的这个航程，所以也都在差不多1200公里范围左右。所以以色列到现在为止被伊朗打的是几乎是体无完肤啊。怎么说？因为他到现在为止受伤的人员已经超过5200人啊。我们知道前2天以色列的核弹基地也被2枚伊朗的重型弹道飞弹击中，而且很准。那所以呢，他要去直接打那么窄的红海的航道，其实是有可能的。那所有的他只要1枚飞弹靠近这边，那所有的航线都被迫要改航。所以他用这种是跟你叫一种就是说以牙还牙，而且是相互保证毁灭啊。所以我们现在从战略的角度哈，美国没有那种绝对没有任何的利益战略利益说要跟伊朗去所谓的完全的摊牌。所以任何现在攻打能源设施、夺岛或者是地面的行动啊，基本上是对美国而言是绝对的损失，而且伊朗会采取所谓的就是相互保证毁灭的这种方式，玉石俱焚，这不符合川普的利益，完全不符合。那但是呢，现在大家都在准备这种最坏的情况的打算。我们都知道，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呢，这个时间呢也是快3周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呢，感觉美国跟以色列有点越打越迷茫。怎么说？因为搞不清楚伊朗究竟的要害在哪里。率先斩首行动拔掉了哈米尼，结果整个神权体系，包含化整为零的这个区域的这些各自为战的这些高官，还有这些军阀们，都是持续在跟美国还有以色列来作战，感觉没有打到一个真正的核心要点。然后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呢，还导致整个全球的能源还有经贸成本飙高，这让川普的面子开始有点挂不住，也急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五角大厦下一步的计划竟然是有想要派出1000名的这个地面部队前往中东地区，3套剧本第一套就是呢，我就是针对荷姆兹海峡，我要去部署到伊朗这个海岸线，躲在这些山洞里面，这些人全部给它清除掉，确保荷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子全球的航运才可以恢复正常。第二个是我去动你的能源设施，石油输出的枢纽
哈格岛，这是伊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命脉哦。美国直接从这边去掐住你，去控制你的经济命脉。第3点就是跟我们去年看到的这个午夜打击一样哈，当时是派了这个轰炸机去轰而已，这次我们要派兵深入破坏或是带走你伊朗可能或者是这个传说中的浓缩铀，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反正我们要派人去地毯式搜索，就是要彻底断绝你伊朗的这个核威慑的东西了。好，现在看到美国真的有可能要派兵深入吗？因为派兵进去跟只是派战斗机去轰炸，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层面。有可能像刚才我们来宾讲的，会不会进入到越战2.0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局面？然后另外呢，面对种种的说法，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外长哦，他是说打了这么久，美国跟以色列你们究竟还是搞不太懂我们伊朗的运作模式啊？派遣地面部队对于目前突破僵局或是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这个可能性跟难度哦，他实在是不敢恭维。他说：“你回想一下预战吧。”就提起了美国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我们请厉将军帮观众朋友分析一下，从军事的角度，我派轰炸机丢丢飞弹、丢丢无人机，跟我派美国大兵这些命真枪实弹的进入到你这个伊朗的本土，本质上的差异有多巨大？首先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原来第一个所谓战略目标就是要推翻伊朗的这个神教政权哈，这个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这个战略目标看起来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不太可能达到。那如果说派地面部队来看的话哈，第一个我们从任务来分析，它可能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有3个任务。第一个哈，它要这个占领荷姆兹海峡周边的地形要点，阻止伊朗的部队对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通过的油轮来实施攻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你的兵力是不够的，你2000的兵力想要在这几个要点占领阵地，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所以不太可能能够达成任务。第二个来讲，他要夺取哈格岛，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为什么呢？你要夺取哈格岛，首先你要经过荷姆兹海峡。那一个2栖舰队，你要通过荷姆兹海峡，你现在油轮都过不了，你这个2栖舰队如果通过的话，我觉得刚好在通过海峡这个时间点刚好变成这个伊朗的攻击靶子第3个我们就双方的军力来看的话，现在这个美军来讲的话，它的军力来讲，它2000的部队对伊朗来讲的话，其实上兵力是严重不足的伊朗在这个地方经营了这个大概我相信最少有30年，因为他准备打这场仗，可能已经经营了30年，所以不管就战场的经营，还有兵力的部署，还有武器的存储来讲的话，一定远胜于美军的。但是美军来讲，如果说从现在才开始从日本出发这2天是说刚好经过新加坡了，但是这个劳师动众从那么远过来这个我觉得你的兵力来讲，对这个地方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第3个，我们就后勤的持续战力来看的话，那伊朗在这个地方已经准备了很久，他不管存储的弹药或者是武器这个粮食来讲，应该都是非常足够的。但是反观美军，如果说你要攻岛，要这个不管是从海上登陆作战，或者从空中突袭作战那你可能这个能力来讲的话，你后续怎么对这些部队来做支援？尤其是说这个伊朗的地形是非常深远的，它幅员非常广大对于德黑兰有将近1000公里，这么广大一个国域来讲，如果说你只想动2000个部队，我觉得是到时候就变成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有去无回。好，也传出五角大厦呢，打算为了这个之后的劳师动众，要跟国会提出超过2000亿美元的预算，要继续死磕这一场战争。但是美国人民的纳税钱都被你拿去打造武器啦、打伊朗啦、保卫盟友啦，那美国国内的这些社会福利呢怎么办？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了，要继续这样死磕吗？这个万一真的被拖延到越战2.0，杨老师，你觉得川普还能选吗？他现在最佳解方是怎么办？川普受限于他自己的有限理性，因为他认为他的决策是一个交易，是很理性，但事实上，所有的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大概都是有限理性。可是呢，他自己把他自己给捆绑在跟以色列之间太过于密切的这种利益的连结，所以才会被以色列被内塔尼亚胡牵着鼻子走。现在他要提出更多的钱，要可能增加库存，要可能准备要打赢这场仗。那刚才厉将军讲，这个地面部队2200名海军陆战队怎么去打这场仗？你就算
要去占哈尔克岛，你就算可能要去占领部分荷尔姆兹海峡的岛屿或港口，或者是《纽约时报》昨天讲，可能要派去针对伊朗的核设施的浓缩铀做这个就是夺取，然后呢，川普才能够宣布他的胜利。可是任何一个这个动作都非常危险，而且基本上其实这2200枚海军陆战队大概都不可能真的达成任务，而且会造成伊朗更严厉的反弹，使得整个海湾地区或整个这个战争呢会更加的扩大。你看到昨天当以色列跟美国去打伊朗的南帕尔斯岛、南帕尔斯附近的油气田设施的时候呢，伊朗马上就回击卡达的同样的这个油气田设施，这种以牙还牙，或者是这种相互报复，它就让你维持一个叫做相互保证毁灭。这不是冷战时期的美苏的核武相互保证毁灭，而是用海湾地区的油跟气来去跟你做相互保证毁灭。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荷尔姆兹海峡已经不重要，因为根本油都出不去了。所以，因此在这样的程度下，美国真的要派地面部队呢？我觉得不会啦。我们现在其实国际上大概论知道了，川普一定有一天他会宣布胜利，他可能说我毁灭掉核设施，我整个毁灭掉伊朗海军，以及我断了伊朗跟所有区域这些支持伊朗的民兵组织的这个资金链，只要他做到这3个，大概他可以宣布，或者只要其中一个，他就宣布他大概会取得胜利。我们现在大概预期他可能会这么做，可是呢，另外不担心的是，以色列可能会继续拖他下水，所以现在还是取决于川普个人的有限理性。好，川普总统现在寻求一个下台的机会，但是以色列这一个盟友有想要把这个老大哥给放走吗？还是要继续把两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我就是要跟伊朗死磕到底哦。我们看到以色列持续在发动这个斩首行动哦，之前除掉最高领袖哈米尼还不够，陆续呢又击毙了伊朗的国安首长这个拉里贾尼，还有情报部长哈蒂博等人。但你想想就连被当成神一样供奉的最高领袖哈米尼都被清除之后，你都不能完全打趴伊朗的全体意志了。你再杀掉这些军方的高层也好，这些情资的人员也好，有多大的帮助呢？我们感觉现在擒贼先擒王的这种做法对于伊朗现在化整为零、各自为战的这个战略策略已经没什么作用了。所以原本以为哈米尼一死，然后呢，美以可以扶植一个亲美的新政权，好，我们中东打了一条漂亮仗，结束。但现在没有，高层越杀越多，效果却一直在递减。我想问一下这个赖教授，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人，神权政府感觉没有什么动摇？有几个因素啊，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斩首行动，这个行动本身是成功的，但是它产生的政治效果是有限的啊。它当然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震慑对方啊，让以色列的伊朗的领导阶层没有人敢接啊，都害怕了。最后这个意志屈服了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提供给他的民众来去推翻他们的政权，他原本的设定的目标是这样。可是问题就在于说，《纽约时报》的评估，他认为想推翻政权的伊朗人就有几百万人，可是伊朗有9200多万人了，几百万人想推翻这个政权，那就是少数，而且是绝对的少数。换言之，也就是说，多数的伊朗人不喜欢他们的政府，但是还没有到要把他们推翻的地步。就好像多数的美国人不喜欢他们的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对，可是还没有到要把它推翻的这个强度嘛。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同等，你就可以理解了。就是说，我不喜欢伊朗政府，但是我们也要把它推翻。同样的，我不喜欢川普政府，可我没有要把它推翻，而不喜欢的是高达60%以上哦。支持川普的现在只剩下2-3成哦。那你想想看，在伊朗里面的话，人数更少了。好，所以没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强度的情形下，以色列所设想的已经建构不起来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伊朗只要他的这个统治力用低强度就能够完全掌控了。所谓的低强度，就是说你高强度的军队掌握在这个中央手中嘛。然后再来有革命卫队作为他的铁卫军，所以17万左右的革命卫队，60万左右的正规军，它就形成了它的一股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再加上这个治安部队，就是警察部队，
然后还有地方的警察跟宗教人士，他所形成的这种低强度的这种统治力，只要维持低强度，他就能够控制这个社会。当然就达不成这个以色列所想要的目的。以色列到现在还看不清楚是内塔尼亚胡他自己知道，他是为了保自己，而不是真的他可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是。好，现在以色列持续在斩首行动的动作上持续的在做，但我们刚刚3位来宾都陆续分享，效果已经在递减，已经在有限了。美国难道不知道吗？川普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他能够容许现在纳塔雅胡持续在中东感觉换成他在主导的部分？委员你怎么看？不完全是以色列纳坦雅胡在主导啦，因为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你很难说谁是谁啦。因为他们两个刚开始的见猎欣喜，对，他说伊朗大规模抗议，然后这个哈米尼杀了1万或者3万人啊，这个残暴政权，我同意这是残暴政权，但是残暴政权不表示有人就有能力出来推翻他，然后他可能找了国防军几个军头，就说我们如果把革命卫队头哈米尼干掉的话，你们可以来接管政府，就弄完了以后，国防军退缩了，不敢接管政府。如果国防军接管政府，今天的川普一定是世界明星，哇，这拽得不得了。可是伊朗国防军不敢接管政府的时候，这个时候川普就一定会灰头土脸了啊。那以色列现在他反正就是我已经上了梁山了，不如干一票干到底那种心态哦。是。那你用斩首行动能不能逼伊朗投降？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真主党几乎被斩光了，但是真主党投降吗？没有。那你斩真主党只是把真主党削弱，那没有能力反抗你，但是不表示他就彻底被打垮了，从消失了。因为你不像那个什么，不像那个加萨走廊，你直接派军队挨家挨户去弄，没有办法的哈。那就在伊朗来讲，规模更大。那你要伊朗逼得这个国防军不得不出来接管政权，只有一招，就是什么？不断的轰炸。可是你要轰炸像利比亚轰炸272天，你美国做不到啊。就是说轰炸到了其他的军队出来推翻这个格达费一样的模式，但是以这个川普现在的实力，要轰炸个300天都有困难，不然50天都有困难了哈。那这个算不算逼美国陷入中东长期战争啊？基本上在赌一件事情，就是伊朗的资源什么时候用尽。所以他们讲说，你来打越战2.0，问题是越战后面有2个老大哥啊，一个叫中国，一个叫苏联，整天给钱给物资，他当然能够打个20年嘛。你现在伊朗谁给你钱？这个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柴油盐米酱醋茶。我在讲过，军队现在缺医药、缺粮食，缺得很严重了。所以而且是革命卫队哦啊。然后再加上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是说革命卫队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设备，可是国防军不能去用，中间的嫌隙都很复杂了，所以不会有长期战争啊。但是看谁打到精疲力尽，谁先喊停，但是只会一种非正式停火，不会有什么投降的一个约定都不会有。